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来到我这个边走边聊节目啊！大家继续跟着我的脚步啊，在这个公园里溜达溜达，然后听我说说闲话。其实我现在脑子里千头万绪啊，有很多事情想说但是应该从哪个地方开始说起呢？我首先给大家抛出一句话吧，就是我觉得其实不管在做任何事情，包括学习中文当然也是如此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金科玉律啊，就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话，就是做就完了，你做就完了，别想太多。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是想太多做太少。想太多其实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其实也非常好理解，怕失败，怕做得不够好。其实我觉得做任何事情，我们先要有，然后才能优。对的，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很高的一个水平啊。这其实就像你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你首先得去说，你才能说得好。假如我脑子里一直想着我怎么给自己做一个万全的准备啊，每天大量的输入啊，我会觉得哎呀，我输入的足够多之后，我自然而然的我输出的就是有一个完美结构的中文，非常地道的中文。但是假如你说的少，你这个肌肉都不怎么听你说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脑子说实话还没把这所有东西整合得非常好，他们怎么可能听你话呢？怎么可能你想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先做起来。其实这个星期我做了不少事情，应该说我最近在尝试做不少事情，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分享并不是为了让大家窥探我的生活我在爬一个比较陡的这么一个坡，本来没有路。对，为什么要爬这个比较陡这么一个坡呢？就是告诉大家本来没有路，但是你假如去走着它也变成了路。就算一条常人不会走的路，但是你假如这条路对你而言是一个捷径，或者说这条路对于我当下这个状态可以给我提供一个相对不受打扰的这么一个环境，那我何妨一尝试呢？我说实话，这条路确实有点陡啊。那首先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最近做的事情。第一个肯定就是我的小班课啊，终于开了啊。这个故事文化加自我探索这个小班课开了啊。上星期发出了这个推广之后呀，有40来个学生啊加入我的这个 wait list。因为大家不是所有时间都能上课啊，所以我上个星期可能开了4个班吧，每个班的学生的数量也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对我而言非常有意义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之前我觉得小班课，它在我脑子里是有些设想的，比如这节课该怎么上，对吧？然后呢，我有一个结构，一开始是怎么样，后面是怎么样，最终是怎么样，等等都想了。但是其实在临上课之前，我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我突然之间跳到学生的角度去想，我设计的课程可能太难了，我需要给他们更多辅助，然后我就去调整之后，上完第1节课之后，我就知道时间不够用。很多事情就是我们以为时间够用，其实我这个小班课有1个半小时啊，其实挺长的一个时间啊。我规定就是说人数不超过5个，其实上个星期上的课最多就是4个人，最多就4个人。而且因为每个学生的水平状态不一样，
所以我的课件设计的话，我需要综合考量。所以在这个4节课的过程之中啊，就上完之后啊，应该这样说，我发现了问题，然后在每一节课我都进行了新的调整。等上完4节课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个形式大体可以确定下来了。就一开始我其实加了非常多的东西，但最终很多东西我觉得其实根本加不进去，根本实现不了，做不了，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需要有学生们有更多时间去说，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我是教中国的故事和文化，也需要我去解释不少东西。我不能完全凭着学生自己去说而已，那样的话他其实说不到很好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那个形式是怎么把一个简单的故事就是扩写成更复杂的，有更多细节的，更丰满的这么一个故事。那我纯粹只是说生成了一些图，让学生们根据这个图去说的话，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想法。但其实这样的话对学生而言难度太大了。后来我进行改变，我就加了一些词语，加了一个段落是我自己写，我自己扩写的，然后呢，我再从中找出一些词语，比如说大概一个段落100来个字儿，我找出12个词语，让他们变成这整个段落的一个骨干。然后后面就是这个段落我会给大家讲一遍，通过我的演绎，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戏精嘛，很喜欢演啊，而且很喜欢变声音啊，对，就通过这个啊，让大家对这个故事其实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把这些词语放出去，让学生们根据这些词语复述之前的故事。因为很多时候这是我发现的学生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可能你积累了非常多的词汇，但是真正把这些词汇运用起来，连接成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很难的。所以你为什么说不出来，就是你脑子里或许是有非常多的词汇的，但是你没有一根线把它们穿在一起，或者说没有很多的线把它们穿在一起，它们是散的。这个其实是这种复述能力，就是把散的单独的东西穿成一个整体的一个能力，而且需要你在当下就调动自己的脑子去做这个事情，调动自己的嘴巴去做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做就完了，就是不要想太多，做去。在上课的这么一个状态下，你没得选择，你只能做去，只能去说啊。这其实是我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其实之前我加了很多文化的解读啊等等，非常多东西啊，但我发现其实太多了。我精简成只是3道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大家对这个故事的一个想法，第2和第3个就是涉及到每个人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你的一些人生经验，哪些观点。比如说我上个星期的课是塞翁失马，我就说你遇到这个倒霉的事情的时候是怎么应对的呢？是积极的应对呢，还是消极的应对呢？比如说第2个问题，你觉得你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吗？就这2个问题，其实让大家轮一下，就是这整个课程我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丰富的这么一个状态，就通过不断调啊之后，而且在时间上能把握，就是它既有这种书面语的复述的东西，它又有口语的让你直接说出的东西，发表你的观点的东西，既有需要根据这个系统性的，你需要跟着老师的节奏一点点去丰满整个段落的这么一个状态的练习，还有需要就是发自你内心的一些情感的想法的情绪的观点的抒发。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我是对这个课程挺满意的。当然啊，假如你对这种课程也很满意啊，可以点击我这个描述栏里头的这个链接，加入我的 wait list， 后面可以也给你安排课程啊。这是和大家分享第1点。其实第2点就是我也就是做就完了。第2点体现在就是我上个星期，其实就是昨天星期五的时候，
我去儿子的这个学校做了一个线下读书会。我一个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的人，去做了一个线下读书会。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啊？大家以为我在宣传自己，但是你要想明白，我是一个中文老师，我为什么要向学生们的家长宣传自己？没有必要，对不对？我没有任何商业的企图。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学校有这个让家长去分享一下这个和孩子共读的这么一个经验啊。所以当时呢，就是我儿子他们班级就临时抽到我了，我说那就去呗，也没有关系。当时去分享经验的家长好几个，大部分都是做了 PPT 的。我上去临场发挥啊，因为毕竟这是我的专长，我成天在做这种事情啊。我直接临场发挥说了一些话啊，最后我一不小心提了一下 AI 啊，我说现在怎么用 AI， 结果啊很快的啊，就是刚好再过一个星期，他们学校又有一个活动，就是分享 AI 时代怎么父母帮助孩子一起学习。哎呀，又叫了我，又去了。我又在台上做了一个演讲啊，底下好多人啊。做完这个之后，他们校长直接找我了，就说他有一个想法，想做一个读书会。他说这个读书会他从来没做过，但是他有这么一个想法，想实现一下啊。这个说实话，当然是为了他的自己的这个政绩啊，在学校里头，哎，和别的校长相比，你看我做了这么一个丰富的活动啊。他后来因为我之前在上面演讲过，觉得我有能力做这么一个事情，联系我。刚好呢，我有几方面的想法吧。一方面觉得自己能力确实在这里，另外一方面觉得其实要这个学校一些人稍微走近点，其实可能对瑶瑶后面是有一些帮助的。对，我们做任何事情肯定都是有自己的考虑的，我不可能说我想到怎么样就做了，别让我怎么做就去做了，还是有些考虑的。然后去做之后，我就去了他们校长的办公室，和他聊了一下，聊了个半个多小时，把我的一个构想和他说了一说。他觉得可行，然后我就去做了。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完全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这个经验啊。后面就去做，就除了这个，比如发通知啊、找书啊什么的啊。其实我相信，比如建一个读书群的话，大家不会那么积极啊。但是还是有些人会去这么积极的。后来校长和我提议说，要不每天也发点什么。那个时候我就开动脑筋，把这个书每天就是拍照啊，拍2页到3页左右，然后用 AI 生成音频，然后总结一个核心的观点，和家长们分享啊。这个时候其实就能吸引几个人呢，他们对这些有想法的人，他们就会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线上的这个读书会啊，微信这个读书会其实也在开展啊。后面刚好昨天啊，线下读书会啊，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星期的，其实说实话，今天才星期6，这个星期2的时候，校长和我说，哎呀，这个星期要举行这个线下读书会了，线下读书分享会，让我看一下怎么去做。我就想，哎，那我就准备一个 PPT， 然后准备几个简单的内容啊，比如准备几个简单的话题，因为刚好是我们当时选了一本书啊，就是关于育儿方面的。我相信我当时选这本书的原因，也是相信对于大部分家长而言，这个话题是挺感兴趣的，而且真的是有用的。所以我就从中找到一个章节，就是我之前在线上分享的最多的一个章节，就是怎么回应孩子的感受，然后从中找出了5个题目啊，就怎么去接孩子的这些情绪啊等等，还有怎么修复关系啊等等啊。结果我开始做的时候，我先做了一个PPT 嘛，在台上讲的时候，讲完一个观点之后，和大家分享，让大家去分享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好家伙，就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一发不可收拾，家长们都特别踊跃的
分享自己的观点啊，特别积极的分享自己的观点。然后很多时候这个观点这个东西呢，就会互相的激发吧。我是觉得有一个人说了一个观点之后，另外一个家长想到自己的一些状态，甚至有一些小争论这个状态，其实这是非常好的。甚至其中有个外婆啊，或者这边叫姥姥啊，她觉得自己孙子其实有点在平常生活中啊，可能有点太脆弱了啊。他是这样，中国的这个家长希望孩子更坚强一点，他就问我的观点，他叫我老师。其实我当然不是这方面的老师，我也分享这个想法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整体而言，这活动做得非常的，我是觉得挺成功吧啊，想不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些成功经验的累积，在我脑子里会不断的告诉我一个事情，就是做就完了，而且你能做好。对，这就是让我明白，我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好。这个能力是会迁移的，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做很多事情的能力都会迁移。你假如能做一个事情做好之后，你心里有一份底气，你有更多自信，那么这份自信和底气会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你做另外一个事情的时候，就算你从来没做过，你也能做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叔中文的，我和茶叔做了一个大叔小站，里头比如说每个星期其实是每天都有固定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小文章呐、小视频呐，还有EPUB 电子书啊等等。后来我一想起来，就是可以做，其实是我和茶叔两个这个头脑风暴想起来一个形式，就通过对一个画面进行描述啊，这个画面可以通过 AI 生成啊，就我们其实给 AI 喂一些提示词之后，它给我们生成一个画面，然后就去做。但做着都有途中啊，其实我在上个星期，其实在上星期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改版。之前是我和茶叔一起做的，后来我和茶叔说这个部分就我来负责，之前那个小文章的部分你来负责。因为这个部分我希望它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挺累的，说实话啊，现在生活也挺辛苦的。我希望这个呈现的就是一个有疗愈性的这么一个视频，短短的2-3分钟左右，然后带大家进入一个特别安宁的、平静的、舒适的这么一个环境。基本上比如说夜晚的时候，夜色的笼罩之下，对吧？或者说坐在海边吹着海风的时候，等等这些比较舒服的地方，能带给你舒缓的情绪的这些地方，然后我再用一些比较能让你更安心下来的这些文字，去缓缓的去诉说，我慢慢的去读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说茶叔说就是全让我来做呢？因为后面最后都是我来读的，那我就希望这些是读的东西我会更有感情，希望是我自己写的东西，我会更有感情。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会加上一些自然的声音啊、钢琴曲啊，后面其实我加上了一些，就是很多时候有些视频不是那种让你叫什么 meditation 突然想不起来叫中文叫什么了，就让你进行这个睡眠前让你进行冥想，对，冥想那种音乐，它会带你进入一个地方，带你进入一个非常舒服的这个地方，让你整个身心的放松下来。说话的话我也会刻意的会放得很慢，我是想把这个中文和这些东西全部结合在一起。其实这个也是涉及到，所以最终出来的这个成品我自己非常满意啊。这个其实也涉及到我最近在做的所有事情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排开这个读书会其实在一方面也是能锻炼我的能力啊，也是我能力的一个体现啊，一个小方面的一个体现。就不管做这个课程也罢，还有我现在做这个短视频，我现在短视频大家不知道看了没有啊？这个形式有些不一样啊，我会想把它做成一个中文老师的一个尴尬社死系列啊。就是我老婆在镜头后面对着我拍和我说话，然后问我一些特别刁钻的问题，我这个时候可能不想回答，含糊其辞啊。我会觉得这种更有代入感，更有沉浸感啊，比那种就是说实话
很教条的教大家一些语言点会更有意思。说实话，我是不想把中文教学仅仅框在学习这个上面。就像我做这个边走边聊，我也没有教大家太多语言知识，我是想让大家沉浸在跟我走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听我去说我一些想法，自然而然的输入一些东西。同时我觉得现在因为 AI 的时代，其实 AI 可以取代中文老师的地方真的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也就奉劝一些同学啊，不要成天去问老师一些最简单的语法问题了啊。AI 随便问一下，搜一下，都比老师给你讲解的更清楚。老师也没有那份耐心，说实话。我觉得老师其实在我看来，更多就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一些文化方面的这个引导、输入，这方面其实更有意义。所以这也是我做小班课的这么一个初衷，里面包括故事、文化和自我探索。我想把这所有东西和中文结合在一起。所以它不仅仅只是中文而已，我是真的希望做出的这些东西是有温度的，我是真的想做有温度的中文教学的。哎，好的，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对，再说一下，如果对这个小班课特别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加下面那个 wait list 啊。好的，咱们下周再见啊。以后应该我都是星期六的时候我会出来录一下，然后星期六的时候就直接发布了。因为星期六周末了嘛，什么原因？周末的话比较轻松一点啊，周中的话会比较忙一点。好的，那么咱们再见。